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风波频出，代言惹争议，官媒点名批评，赵丽颖走红招来不少麻烦。这几天朋友圈都在刷赵丽颖的纪梵希代言风波，我刷着微博热搜榜，看着评论区吵成一锅粥，突然想起小时候村里老人常说的话，树大招风。这话放在娱乐圈真实在贴切，不过你永远猜不到明天哪个明星会因为什么原因被架上舆论的考架。先说说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。上个月底，赵丽颖突然把微博设置成半年可见，眼尖的网友发现她最新动态挂着纪梵希彩妆代言的海报，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，热搜广场瞬间被抵制辱华等关键词淹没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人骂了半天都没搞明白状况。纪梵希的服装线3年前确实出过地图问题，可彩妆线压根没这档子事，官网明明白白标注着中国台湾省。粉丝群里炸开锅的场景特别有意思，有人急得直跳脚，姐姐快跑啊！也有铁粉在超话里列数据，彩妆和成衣是2家公司，懂不懂？更绝的是那些默默下单的粉丝，嘴上说着观望，转头就把限定款买断货。某美妆博主直播时透露，纪梵希307号色这2天销量翻了8倍，这届网友真是把口嫌体正直玩明白了。说到接代言这事儿，不得不提85花们的时尚资源争夺战。杨幂穿着 Low 在米兰街拍，刘亦菲拎着 LV 新款上杂志，唐嫣的 Delvox 包就没中样过。赵丽颖团队这步棋下的险，但细想也在情理之中。时尚圈向来是红气养人，当年被说土味的标签贴了7、8年，现在好不容易靠风吹半夏转型成功，再不抢几个高奢代言，难道要回去演古偶大女主？钱的事儿更现实，有知情人算过账，现在演员片酬砍得厉害，一部剧的报酬可能还不如代言费零头。赵丽颖这2年综艺不上，直播不接，就指着影视作品说话，可剧组停工是常事，谁不想多接几个稳妥的商务？粉丝也别急着骂捞钱，换你面对8位数合同，键盘可能敲得比谁都响。最戏剧性的是5月份那场脏话风波，狗子拍到他和导演同进同出，一句脱口而出的粗口被录得清清楚楚。当时央视网发了篇艺人当修易德的微评，字字没提名字，但谁都知道在说谁。粉丝喜得说真性情，路人却记下了这笔账。这次代言事件就像火星掉进汽油桶，把积攒的不满全点燃了。但互联网的记忆比金鱼还短，我翻了3年前的报道，当年纪梵希地图事件闹得多凶啊！现在问10个人，9个半说不清具体细节。短视频平台更魔幻，这边骂帖还没删完，那边美妆博主已经做起赵丽颖同款妆容教程，点赞量分分钟破万。商场专柜的 BA 偷偷说，这2天来问口红色号的顾客，10个里有8个拿着赵丽颖的广告图。团队的操作堪称危机公关模板，热搜爆了不到48小时，几张新剧路透照就冲上榜单。粉丝控评清一色期待许半夏，超话里全是精修剧照，那些骂战痕迹像被橡皮擦抹过，只剩几个营销号还在翻炒冷饭。有网友调侃，这波是魔法打败魔法。说到抵制这事儿特别有意思，去年某运动品牌出事时，我朋友圈全是再也不买的宣誓，结果双11销量不降反升。同事上周还转发抵制帖，这周就晒了新买的联名款。不是说大家没骨气，而是现实太复杂，超市货架上一半日化品是外资，手机里装着美国芯片，真要较真起来，日子都没法过。粉丝的心理博弈更值得玩味。超话里有人发长文，接代言是商业行为，
抵制是爱国情怀，我选择既支持姐姐又只买国货。底下评论妙得很，姐妹醒醒，你上周晒的精华液是法国牌子。看客们总爱站在道德高地指点江山，却忘了自己衣柜里也挂着问题品牌的 T 恤。赵丽颖这出戏，活脱脱是娱乐圈的当代预言。明星在商业价值和公众形象间走钢丝，网友在情绪宣泄和现实选择里反复横跳。品牌方最精明，他们算准了3个月后没人记得这茬，新代言人的海报照样铺满地铁站。昨天还是滚出娱乐圈的骂声，明天就可能变成姐姐好飒的彩虹屁。我翻了下各大平台的销售数据，发现个有趣现象，骂得最凶的年龄段和实际消费者根本是两拨人。00后在微博冲锋陷阵，真正买口红的却是25至35岁的职场女性。这个群体最务实，他们会为产品质量买单，但不会为3年前的旧账放弃心头好。有位买家留言一针见血，299的口红还要查政治背景，那我3000块的手机是不是该扔了？这场闹剧最荒诞的莫过于，当我们在讨论该不该抵制时，品牌方正在数钱数到手软。当粉丝和黑子吵得面红耳赤，明星团队已经着手准备下一个热搜。就像我楼下小卖部老板说的，你们网上吵翻天，我这儿矿泉水该卖还是卖。说到底，娱乐圈永远在重复同样的剧本，爆发争议，全民审判，悄然翻篇。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换成了赵丽颖，下次可能是任何一个顶流。那些今天喊着永久抵制的账号，下个月大概率会出现在其他明星的控评列表里。毕竟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，愤怒和热爱都是流量，而流量终归要变现的。2. 赵丽颖又接大牌，彩妆代言官宣，颖宝这次真有料。确实，从赵丽颖一路走来的轨迹来看，她的成功不仅是偶然，更是必然。成为纪梵希彩妆的代言人，对她而言是一次极具成就感的跨界突破。不仅体现了国际品牌对他个人形象和综合实力的认可，也说明他的气质与品牌内涵无缝契合。作为国内首位纪梵希彩妆代言人，这项第一不仅为他再添辉煌，也彰显他在娱乐圈和时尚界的独特性。赵丽颖一直给人一种踏实认真、默默努力的印象。她不像某些明星那样热衷于制造话题，而是专注于角色和事业，用作品与观众建立深厚的情感连接。她低调却耀眼，坚韧却温暖，这种特质正是纪梵希品牌的核心精神，优雅、经典又自信。回到代言本身，纪梵希彩妆的调性是高级感与实用性兼具，而赵丽颖作为拥有亲和力、自然感和稳健气场的明星，正能诠释这种时尚的真实之美。她的脸型和眉眼特点与彩妆的搭配尤其出色，既能为品牌增添亮点，又贴近普通消费者的审美，这也许就是纪梵希选择她的深层原因。此外，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她一路走过的奋斗史。从小角色到现在的大咖地位，她经历了质疑与不被看好，但她又用作品一一打破了外界的成见。这样的一位明星，不仅能够带动品牌的销售，更能增强品牌的故事性，使普通消费者更加感同身受。品牌方看重的不只是她的知名度，还有她的持久影响力和正向价值。至于彩妆大片的呈现，赵丽颖以往的影视造型预示着她驾驭不同风格的潜力。从清新自然到优雅大气，她的面孔仿佛是一块极具可塑性的画布。无论纪梵希选择何种风格，都值得期待她在场面上的表现。那种既高级又真实、不失亲和力的独特韵味，或许会成为纪梵希的一种新视觉标签。更深层次来看，赵丽颖的成长故事也映射了娱乐圈的一种新风向实力不浮躁、态度够诚恳、
终能赢得品牌与市场的双重认可。在流量当道的时代，观众逐渐青睐那些真正靠能力与作品说话的人，而颖宝就是这样一个典范。他的这次代言，或许不仅仅是个人的高光时刻，更为其他明星树立了一个榜样。低调努力与强大实力才是长期发展的关键。未来的赵丽颖会如何将她的影视事业与时尚商业版图进一步扩展，我们尚未可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观众的期待。这次纪梵希代言，如果是一场与国际时尚的初次交锋，那么她已经赢得了漂亮的开局。她的从容与稳健，也许会引领她走得更远，看得更广。最后，作为她的支持者，我们不仅祝贺她成为纪梵希彩妆代言人，也希望她能继续以真诚和专业赢得更多的认可。她的美丽不仅在外表，更在于她不懈努力与坚持梦想的内心。无论是演艺圈还是时尚界，赵丽颖都已经证明了她的每一步都有价值。她的人生就是最美的底妆，期待她更多的精彩，继续加油！